大家好，今天咱们来聊一个可能会完全颠覆你认知边界的假说。先把话说在前头，这不是为了博人眼球随手编出来的地摊故事，它是基于目前科学界确实存在的一系列真实反常现象，一步一步推导出来的一条严密逻辑链。这次假说的核心其实就只有一句话，那就是人类到底算不算地球的原住民？听到这句话，你的第一反应多半是不敢相信。你可能一直理所当然地认为人类就是这颗星球土生土长的孩子，从海里一团不起眼的单细胞开始，熬过几十亿年，一点点褪掉体毛，一点点直起腰杆，最后走进城市，坐进了写字楼。几乎所有的课本都是这么教的，老师是这么讲的，博物馆的展板也是这么画的，这也是你根深蒂固的常识。但是随着科技越来越发达，情况开始变得有点不对劲。探测器一路飞出了太阳系，把外面的世界拍了回来。基因测序把生命的源代码整个翻了个底朝天。古生物学家手里的锤子也一年比一年敲出更多不可思议的远古化石。这些原本坚如磐石的常识开始出现了一道道裂缝。你先陪我做一道换算题，把地球从诞生到现在的46亿年压缩成一本1000页的厚书，你猜人类这个物种能占到几页？一页都占不满，满打满算只有最后那半行字。可就在这半行字里，人类干成了什么？点着了火，写出了文字，造出了核弹，还把探测器一路丢出了太阳系。地球上别的物种熬了几亿年，连一个轮子都没憋出来。你觉得这真的是按部就班慢慢磨出来的结果吗？当你真的一头扎进生命演化史里，你会发现事实远比课本上写的要复杂得多。你可能习惯把进化想象成一棵大树，树根扎在原始海洋里，往上长出树干，再一层层分出树枝，最后顺理成章地在最高那根枝头上结出人类这颗果实。这个比喻讲起来是很顺，可当科学家真的顺着树干往下摸的时候，却发现这棵树的中间硬生生断了好几节。有些本该存在的过渡物种，翻遍全世界的地层也找不到；有些不该那么早出现的复杂生命，却像变魔术一样，一夜之间就冒了出来。更让人心里发毛的是，当你拿着放大镜去看人类自己这具身体，你会发现里面塞满了根本讲不通的设计硬伤。如果人类真的是在地球上土生土长，又被自然选择反复打磨了几百万年，那为什么我们的身体直到今天还处处表现得像个外来户？我们怕晒怕摔，连吃个饭都能把自己噎死。为了把这件事讲清楚，这期视频会是一趟相当深度的时空溯源之旅。我会带你沿着时间往回走，跨过46亿年的漫长岁月。你会先看到远古海底那场毫无预兆的生命大爆发，然后回到你自己身上，一寸一寸检查这具身体里那些说不通的零件，最后跟着我去看一块石头，一块砸在澳大利亚小镇上的石头。当你跟着我走完这趟旅程，把你原本以为毫无关联的碎片全部拼在一起的时候，一幅完整的图景就会在你眼前展开。到那个时候，你或许会重新认识自己，也会重新认识你每天脚下踩着的这片土地。要把这件事从头捋清楚，你就得先把时间线拉回到一切故事的最初起点。你得先去看看，在很久很久以前，当这颗星球上还没有飞禽走兽，也没有花草树木的时候，它到底是一副什么模样？答案可能会让你有点失望。那时候的地球，说白了就是一锅温热的毫无波澜的汤，而且这锅汤一放就是30多亿年。你可能对30多亿年没什么概念。这么说吧，如果把地球的历史拍成一部超长的连续剧，那开头这几十集肯定能把你结结实实看睡3回。整整30多亿年里，这颗星球上唯一的住客就是那些肉眼根本看不见的单细胞微生物，它们像一层滑腻腻的薄膜，
懒洋洋地糊在海底的石头上，没有大脑，没有器官，连一根像样的神经都没有。每天的全部工作就是吸一点化学物质，然后一分为二。你可能会觉得奇怪，既然生命都已经出现了，为什么不赶紧往下进化呢？其实这才是进化最真实的常态。进化的齿轮本来就应该转得非常慢。基因突变这件事，说白了就相当于你把10000张写着拼音字母的卡片随手往地上一撒，然后指望它们碰巧拼出一本完整的小说。这需要十分漫长的时间去试错，去撞大运。所以早期的地球就这么慢吞吞地熬着，一熬就是30多亿年，连一根像样的软骨头都没憋出来。可偏偏就在所有人都以为这锅汤会一直这么温吞下去的时候，海底突然出了一件谁也解释不清的怪事。这件谁也解释不清的怪事发生在距今大约5亿4千万年前的寒武纪。就在这个时间点上，地球好像突然被一只看不见的手狠狠按下了加速键。不，按下的根本不是加速键，那简直就是直接输进了一串作弊码。短短2000万年，放在46亿年的尺度里，满打满算也就是一眨眼的功夫。就在这一眨眼里，那些原本只会分裂的软塌塌的小东西，仿佛集体被打通了任督二脉。你以为它们只是个头长大了一点吗？不，它们直接掏出了整套复杂的身体结构，硬壳、分解的腿、能咬穿甲壳的口气，还有最要命的那样东西——眼睛。你去看看三叶虫的化石，它们的复眼不是软组织，而是用一片一片的方解石晶体拼出来的透镜。方解石是矿物，说白了就是石头。也就是说，这帮家伙在5亿多年前就已经学会了拿石头给自己磨镜片。更夸张的是，那种叫奇虾的顶级掠食者，科学家在他的复眼化石上数出了16000多个小眼。你仔细品一品这个数字，一整套能成像、能测距、能锁定猎物的光学系统，要靠完全随机的基因突变一次次试错，刚好在2000万年里凑齐。这需要的运气肯定是个天文数字，可它偏偏就凑齐了。这就好比一个村子30年没通电，家家点着煤油灯，结果第2天一睁眼，全村不但通了电，还家家户户装上了光纤和监控。达尔文本人当年写《物种起源》的时候，就被这件事折磨得非常头疼。他心里很清楚，这个现象用他那套渐进演化根本讲不通。后来的古生物学家不服气，在全世界的地层里拼命找，想找出寒武纪之前那段慢慢准备的过渡期。可100多年过去了，中间那座本该架着的桥，就像被人凭空搬走了一样，怎么找也找不到。当然，也有人说，也许是当时海水里的氧气刚好够用了，也许是捕食关系逼出了一场军备竞赛。这些解释都有它的道理，但它们只能解释生命为什么变快，解释不了为什么一步能跳这么远。你仔细想想，前面30多亿年连一根软骨头都没憋出来，后面2000万年直接把石头磨成了镜片。这2段路怎么看都不像是同一个剧本里写出来的。既然速度和复杂度差着这么大的天壤之别，那我们凭什么笃定它们就是一根藤上结出来的瓜呢？为什么不能承认这压根就是2次完全独立的生命起源事件？也就是说，30多亿年前，地球这口热汤里碰巧煮出了一批最原始的土著微生物，它们慢吞吞地演化着。而在5亿多年前，一股自带完整设计图纸、复杂度高得吓人的生命力量突然空降进了地球的海洋。它们根本不需要过渡，就像一套早就打包压缩好的成熟软件，被人直接装进了地球这台硬件。如果排除了地球本土慢慢演化这个选项，那剩下的那个唯一可能，不管听起来有多么匪夷所思，我们也不得不去面对了。推动这场大爆发的源头极有可能压根就不是地球产的。可如果人类
真是这批外来生命的后代。那按理说，经过5亿年的磨合，这具身体早就该和地球严丝合缝了才对。偏偏就是这具身体，处处都在向你抗议。它到今天还带着一身十分刺眼的水土不服。这一身十分刺眼的水土不服，最直观的一处就明晃晃地写在支撑你站立的那根脊梁上。我们总是为自己能直立行走感到骄傲，觉得这是人类甩开其他动物的最高级特征，是从爬行走向文明的伟大跨越。但如果你把这件事拿去问一个骨科医生，他肯定会苦笑着告诉你一句话：单纯从工程学的角度看，直立行走对这具身体来说，简直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你先摸摸自己的后腰，人类的脊柱一共24块能活动的椎骨，中间夹着23个椎间盘，而且这根柱子不是直的，它被强行掰成了4道弯。从侧面看，像一个拉长的字母 S。 为什么要掰成这样？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把上半身的重量勉强扛住，才能在你走路的时候把震动一层层卸掉。你以为这4道弯是精妙的力学杰作吗？不，这恰恰是身体还在拼命打补丁的铁证。你去看看4条腿的动物，牛、马、狗，它们的脊柱是横着的，像一座结结实实的拱桥，内脏挂在桥下面，重量顺着4根柱子往地上分，这个结构非常稳，几乎不出毛病。而人类做了什么？我们把这座拱桥硬生生竖了起来，让它变成一根旗杆，然后把全身的重量全部压在最下面那2-3块腰椎上。这就好比一辆原本设计成4轮着地的推车，非要被改造成2轮的平衡车，为了不让它散架，只能在底盘上拼命打补丁，塞进一堆细碎的减震零件，光是脚上就塞了26块小骨头，2只脚加起来52块。你要知道，人类全身满打满算才206块骨头，光一双脚就吃掉了整整1/4的份额。代价是什么？代价就是人类可能是这颗星球上腰最不经用的动物。一头成年狮子哪怕活到晚年，照样能跑出吓人的速度。野外的猎豹很少听说得腰椎间盘突出，可你再看看人类，过了30-40岁，颈椎痛、腰背痛、膝盖响，就开始排着队上门，久坐一天腰就发酸，搬一箱水姿势不对，椎间盘就可能直接滑出来压住神经，疼得你连袜子都穿不上。你仔细想想，这符合进化论的优胜劣汰吗？你想想几百万年前的非洲草原，咱们的祖先追个羚羊就扭了脚踝，弯腰捡个果子就闪了腰。这种连跑都跑不利索的残次品，是怎么在狮子和猎狗的眼皮子底下活下来的？还一路混成了地球霸主。保留这么严重拖后腿的骨骼特征本身就是一个极大的逻辑漏洞，除非有一种可能，大自然根本就没来得及，或者压根就没能力去淘汰这些毛病。因为这具骨架的设计图纸早就写死在一段十分霸道的底层代码里了。这段从天而降的代码根本不管地球的引力合不合适，它就是照着自己母星的参数，在人类身上强行解压，它要把祖先原本的模样重现出来。至于这副身板在地球上会不会疼，它压根不在乎。而这段代码留下的隐患还远不止腰这一处，在你的脖子里还藏着一个更荒唐的设计，一个每年都在悄悄要人命的设计。这个每年都在悄悄要人命的设计就藏在你的喉咙里。你现在咽一口口水，感受一下，空气和食物在你的脖子里走的是同一条通道，吸进去的气和吞下去的饭会在咽喉这个路口撞在一起，然后才各走各的，气往气管，饭往食道。这个路口只靠一片小软骨来指挥，它叫会咽。你吞咽的时候，它翻下来盖住气管；你呼吸的时候，它抬起来放行。整个身体的生死就交给这一片指甲盖大小的活门。你以为这叫精巧吗？不，这是所有已知脊椎动物里最危险的一种布局。
如果你把这张结构图拿给一个搞管道设计的工程师看，他肯定会当场把图纸摔在桌上。哪有人会把输气管和排污管接到同一个三通上，然后指望一个薄片来回翻着挡？更离谱的是，人类还专门把这个路口往下挪了一截。别的哺乳动物，比如你家的猫和狗，喉头的位置很高，几乎顶到鼻腔后面，气道和食道基本是分开的两层，所以小猫可以一边吮奶一边呼吸，一点也不慌。刚出生的人类婴儿其实也能做到，可是长到几个月大以后，人的喉头就会一路往下掉，把烟腔拉出一大段空腔。好处当然是有的，这段空腔让人能发出丰富的元音，能说话，能唱歌。坏处呢？坏处就是从此以后，你吃的每一口饭都要从气管口上方擦着过去。你猜这个代价有多大？光是在美国，每年因为食物窒息死亡的人数就在5000上下。在全世界，噎食都是幼儿意外死亡里排得很靠前的一项。逢年过节，急诊室里最常见的病人就是被年糕、汤圆、果冻卡住的。你去问问自然界，还有哪一种顶级捕食者是会被自己那顿晚饭当场干掉的？狼不会，虎不会，鹰也不会，人会。这就好比你家装修，工人非要把煤气管和下水管并成一根，中间只放一个手动阀门，然后他还拍着胸脯告诉你，放心，每次用之前记得手动切换一下就行。你仔细想想，大自然真的会允许这么危险的结构，在一个自称万物之灵的物种身上，一留就是几十万年吗？有人会说，这是为了换来语言啊，语言的收益远远大于噎死的风险。这话听着有道理，可它有个前提，得先有值得说的话，这笔买卖才划算。问题是，喉头往下掉这件事，在语言还没成型的年代就已经开始了。先把命压上去，再指望后来能赚回本，这从来不是自然选择的做事风格。自然选择向来是能省则省，从不预付，除非有一种可能，这套发声系统本来就不是在地球上，为了地球的进食方式而演化出来的，它是被整套搬过来的现成模块。母星上或许压根就没有需要大口吞咽的固体食物，也压根不存在这道致命的三通。而顺着这条思路往下走，你会撞上一个更加让人细思极恐的矛盾，一个让人类每一次生产都变成鬼门关的矛盾，源于骨盆和脑袋之间一场没法调和的战争。你想想啊，要想稳稳当当的直立行走，骨盆就必须收窄变紧凑，只有骨盆窄了，2条大腿骨才能靠近身体的中轴线，你走起路来才不会像鸭子一样左右乱晃，这是力学上的硬要求。可骨盆一窄，产道就跟着窄，这本来也算不上什么大事，只要生下来的孩子够小，顺顺当当挤出来就完了。偏偏人类走的是另一条路线，一条死磕大脑的路线。脑子越进化越大，脑袋也就越长越大，一边是越来越窄的通道，一边是越来越大的脑袋，这2样东西撞在一起，麻烦可就大了。现代医学给这场撞车起了个专门的名字，叫头盆不称。你以为别的动物生孩子也这么费劲吗？不，在整个自然界里，你几乎找不到第二种像人这样生个孩子还得去鬼门关排队的动物。草原上的母马母羊生完崽子舔一舔，歇个10几分钟就能跟上队伍继续跑。而在没有剖腹产的漫长年代里，人类因为难产导致母婴双亡的比例高得吓人。为了给这个随时可能让物种灭绝的死结解套，大自然或者说那位造物主在人身上做了2个十分无奈也十分离谱的妥协。第一个妥协是婴儿的头骨不许提前长严实。你在野外见过哪种动物的幼崽头顶上留着一块没有骨头保护，只盖着一层皮的软坑吗？只有人类婴儿出生的时候，颅骨是好几块分开的骨片，中间留着缝，前面还留着一个能看见跳动的软脯门。为什么要做得这么惊险？
就是为了让孩子过产道的时候，脑袋能被硬生生挤扁、挤长、缩小体积，勉强钻出来。代价就是人类的大脑在最需要硬壳保护的头1年多里是半裸着的，一次不算重的磕碰就可能出大事。第二个妥协更夸张，那就是强行早产。生物学界有一个相当普遍的看法，如果按照其他灵长类大脑发育的成熟标准来推算，人类的胎儿其实应该在肚子里待上18到21个月，那才算长期。可问题是，真等到那个时候，脑袋早就大到无论如何也生不出来了，所以只能断臂求生。在10个月左右，孩子完全还是个半成品的时候，就强行推出来。你看看别的动物，小马小鹿生下来10几分钟就能摇摇晃晃站起来，跟着妈妈跑。就算是狮子老虎的幼崽，几周之后也能睁眼乱爬。再看看人类的婴儿，生下来什么都干不了，连脖子都软得抬不起头，翻个身都要练上好几个月。你要是把这么一团东西单独扔在野外，哪怕一头野兽都不来，它自己也肯定活不过第1个晚上。为了能站起来走路，人类付出的代价居然是把自己的下一代变成了自然界里最脆弱的早产儿，同时把母亲的生育风险拉到了动物界的顶端。你仔细品一品，如果人类真的是本土物种，是在地球这个残酷环境里被自然选择一点一点打磨出来的，大自然真的会允许这么高风险的生殖结构一直保留到今天吗？这一切的反常仿佛都在暗示同一件事，这具身体原本可能有着另外一套完全不同的使用环境，而这种不适应甚至已经蔓延到了最基础的一件事上，那就是吃饭。说到吃饭，人类身上有一个足以要命的底层缺陷，一个你每天都在偷偷弥补却从来没意识到的缺陷，那就是我们根本没办法在自己体内合成维生素 C。 你可能会觉得这有什么呢？吃个橙子炒盘青菜不就完了？那是因为你活在一个物质极度丰富的年代。你把时间往前推几百年，去问问那些在海上漂了几个月的水手，那时候的帆船没有冰箱，装不了新鲜蔬果，水手们出海1、2个月之后就会得一种十分恐怖的病，叫坏血病。先是牙龈肿胀出血，然后牙齿一颗一颗掉下来，早就长好的旧伤口会重新裂开，最后浑身溃烂，痛苦地倒在船舱里。整个大航海时代，死于坏血病的水手有人估计在200万上下。这么多条命，起因只有一样东西，他们身上缺了那么一点点微不足道的维生素 C。 这事怪就怪在地球上绝大多数哺乳动物根本不需要专门去吃水果补这玩意儿。你见过楼下的流浪猫、流浪狗因为不吃青菜得坏血病倒下吗？没有，对吧？因为它们的肝脏里自带一种特殊的酶，只要有葡萄糖，它们自己就能源源不断地造出维生素 C， 而且产量大得惊人。一只成年山羊在紧张状态下，一天能给自己造出10几克，而你一天从饭里抠出100毫克就算不错了。猫、狗、牛、羊、猪、马，甚至下水道里的老鼠，在这件事上全都能自给自足，唯独人类不行。更要命的是，科学家后来真的在人的基因组里找到了那条生产线，它还在，名字叫谷洛糖酸内酯氧化酶基因，只不过它已经彻底坏了，中间被削掉了好几段关键的字符，变成了一段读不出来的乱码。生物学上管这种东西叫假基因。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台被拆了主板的机器，还处在车间里，但永远也开不起来了。也就是说，人类的身体里明明还留着这台机器的说明书，却偏偏印坏了。我们只能像个乞丐一样，每天伸手朝外界讨，一旦周围找不到富含维生素 C 的植物，人类就只有绝路一条。你仔细想想，这符合优胜劣汰吗？如果人类真的是在地球上慢慢熬出来的，是在这种食物时有食无的野外练出来的，
那这种缺陷早就该被清理干净了，随时可能因为吃不到某种果子就全军覆没。这种短板熬不过几百万年的残酷筛选，保留这种致命短板的物种根本不配活到今天。可事实是，我们不但活下来了，还把这个缺陷原封不动地带到了今天。这说明什么？主流的解释是，咱们的祖先长期住在水果管够的热带雨林里，这条线坏了也无所谓，所以就没被淘汰掉。这个解释确实站得住，但它同时也在告诉你另一件事，那个把生产线弄坏还能安然活下去的老家，必定是一个果子多到泛滥，多到根本不用操心的地方。那么问题就来了，这个地方一定就在地球上吗？会不会那个真正孕育了这套代码的原始家园，本来就到处长满了某种特殊的果实，在那里获取维生素 C 就跟在地球上呼吸空气一样简单，所以设计者压根就没打算给这条生产线留后路。而同样的水土不服，还清清楚楚地写在你的皮肤上，写在皮肤上的这一笔，比缺维生素 C 还要拧巴。太阳是地球万物生长的源头，按理说，一个地球上的原住民对阳光应该有着近乎完美的适应力才对。你看看草原上的狮子和斑马，看看沙漠里趴着的蜥蜴，它们整天泡在毒日头底下，你什么时候听说过它们晒到脱皮，晒出皮肤癌？它们的毛发和鳞片把地球的紫外线挡得干干净净。可你再看看人类，你以为人类褪掉一身厚毛是为了奔跑时散热更快吗？如果真是为了散热，那大自然为什么不顺手给我们配一层坚韧的外壳，好挡住紫外线呢？既拆了屋顶，又不给雨伞，这算哪门子设计？事实是，把一个现代人扔在正午的太阳底下，不做任何防护，晒上3-4个小时，轻则红肿脱皮，重则直接烧伤。常年在户外劳作又不做防晒的人，患上皮肤癌的概率更是高得吓人。全世界每年新确诊的皮肤癌病例都是以100万计的。大自然花了几百万年，居然进化出一个连自己星球的太阳都晒不了的物种，你不觉得这十分离谱吗？可事情还有更拧巴的一面，人类不但怕晒，同时又离不开晒。你的皮肤必须靠紫外线照射才能合成维生素 D， 晒少了，孩子会得佝偻病，成年人骨头会变脆。一边是晒多了要肠癌，一边是晒少了要软骨头，中间那条安全线窄得可怜。这就好比有人塞给你一台机器，说明书上写着必须每天通电，但通电超过20分钟就会自燃。你会觉得这台机器是精心设计的吗？你只会觉得这台机器根本不是给这个电压设计的。为了在地球的阳光下活下去，人类得穿衣服，得戴帽子，得撑伞，还得专门研究出各种化学制剂往身上抹。你去看看，地球上还有第二种动物需要涂点东西才敢出门吗？这就好比一只极地动物被强行发配到了热带沙漠，只能靠不停地给自己搭遮阳棚才能活命。搭得起棚子它就活着，搭不起它就完蛋。这具身体简直就像是给另外一颗光照非常微弱的星球专门准备的。怕强光又戒不掉光，挑食又不挑不行，它处处都在向环境抗议，说自己被放错了地方。可这些都还不算最糟的，人类身上最经不起推敲的那件工程作品长在你的脸上，你每天一睁眼就在用它，它肯定会让你惊掉下巴。这个肯定会让你惊掉下巴的器官，就是你的眼睛。你可能会觉得奇怪，眼睛这么精密的东西，怎么可能是次品？人类能看见五彩斑斓的世界，能看清远处的山，也能看清手机上最小的那行字。这难道不是大自然最杰出的作品吗？精密确实是精密，可如果你把人眼的内部结构图摊开，递给一个稍微懂点行的光学工程师看，他肯定会被气得当场破口大骂，因为里面的线路铺法简直就是乱来一气。你想象一下，你要在墙上装一个高清摄像头，
正常的做法肯定是把感光芯片摆在最前面，正对着镜头，然后把传数据的电线从芯片背面接出去，绕进墙里，对吧？只有这样，芯片前面才干干净净，一点遮挡都没有。地球上很多动物的眼睛本来就是这么长的，你去看看深海里的章鱼和乌贼，人家的视网膜上，感光细胞整整齐齐排在最前面，神经在后面老老实实把信号传走，整个系统又高效又清爽。而且顺带还有一个好处，人家的眼睛里根本没有盲点，可你回头看看人类的视网膜，那简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灾难现场。人眼里的感光细胞是反着长的，没错，就是字面意思上的反着长。负责接收光线的那层细胞被压在了最底下，而负责传信号的粗大神经和密密麻麻的血管反倒铺在了它们的上面。光线进到眼睛里，得先穿过这一层乱麻一样的神经和血管网，才能勉强摸到底下的感光细胞。这就好比你装摄像头的时候，非要把一大把粗粗细细的黑电线捆好，然后严严实实挡在镜头正前方。你说这叫什么设计？为了补救这层遮挡造成的模糊，你的大脑只好在后台没日没夜地做算法修图，把丢掉的细节一点点脑补回来，这才让你觉得自己看得挺清楚。可这还不是最让人崩溃的，最离谱的是，这些铺在前面的神经总得找个出口钻到眼球后面去连大脑吧。既然它们挡在前面，那怎么绕过去？造物主在这里做了一个极其暴力的决定，直接在视网膜上强行掏了一个洞，把所有神经捆成一束，顺着这个洞硬塞了过去。这就好比你把一件套头毛衣穿反了，脖子被领口死死卡住，你没有脱下来重穿，而是抄起剪刀在毛衣背面咔嚓剪了个大洞，把头强行套了出来。而这个洞的代价就是每只眼睛里都有一块彻底看不见的地方，医学上叫盲点。只要光线刚好落在那一小块上，你就是个不折不扣的睁眼瞎。平时你察觉不到，全靠两只眼睛互相打掩护，再加上大脑那套堪称变态的自动补图功能，在后台悄悄把那块黑斑给抹掉了。换句话说，你眼前这个世界有一小块从来都是你的大脑编出来的。你仔细想想，这符合自然选择的规律吗？大自然号称经过了无数轮残酷打磨，可最后交给人类这个万物之灵的是一副线路装反。视网膜上还破了个洞，必须靠大脑天天修图才能凑合用的产品。大自然真的会允许这么愚蠢的设计在一个顶级捕食者身上留这么久吗？你看，从多出来的脚骨到能把人噎死的咽喉，从九死一生的生育到怕晒又戒不掉晒的皮肤，再加上这双装反了的眼睛，人类这具身体处处都在散发着一股东拼西凑、强行凑合的味道。而当我们把目光从身体上挪开，去翻人类祖先留在地层里的那本族谱时，你会发现，比起这些设计硬伤，我们在历史上留下的那道断层更加让人细思极恐。这道更加让人细思极恐的断层，就明晃晃地摆在古人类学家天天翻的那本族谱里。你上学的时候肯定见过那张经典的进化插图，最左边是一只毛茸茸、四肢着地的猿，往右走一步，腰就直一点，毛就少一点，手里的工具就精致一点。到最右边站着一个西装革履的现代人。这张图画得太丝滑，太顺理成章了，以至于绝大多数人都觉得人类的进化就是这样一级一级，像下楼梯一样走下来的。但如果你去问一个真正蹲在野外挖化石的古人类学家，他肯定会指着这张图苦笑。他会告诉你，这纯粹是为了教学方便脑补出来的理想状态，真实的挖掘现场根本不长这样。人类的这本族谱不但不连贯，中间还有好几处被硬生生撕掉的空白。咱们挑其中最离谱的一处来说，距今大概300-400万年前，非洲大草原上住着咱们的远祖，叫南方古猿。
那具著名的化石露西就是一位南方古猿。你看它的复原图就会明白，除了勉强能直立走路，它跟黑猩猩几乎没什么区别。脑容量400多毫升，不会造工具，也不会用火。说白了，就是一群站着走路的黑猩猩。按照那张丝滑的图，他们接下来应该用几百万年慢慢变聪明，脑子一点点变大，然后某一天学会敲石头。可古人类学家顺着地层往上挖，挖着挖着，线索突然就断了。在距今200多万年前的地层里，突然冒出来一种完全不一样的化石，被命名为能人。能人顾名思义，就是有本事的人。为什么说有本事？因为和这些骨头一起出土的，还有大量明显经过人工打磨的石器，而且能人的脑容量比起南方古猿简直是暴涨，一口气冲到了600到800毫升。你发现问题在哪儿了吗？从不会造工具，脑容量400毫升的南方古猿，到熟练用石器脑容量翻了1倍的能人，中间隔着100多万年。这100多万年本该是慢慢变聪明的过渡期，可科学家把整个非洲翻了个遍，就是找不到中间那一层层递进的化石。这就好比你在追一部几十集的剧，前10集男主角还是个泥地里打滚，话都说不利索的野孩子，你点开第11集，他已经西装革履坐在写字楼里敲键盘看盘了。你拼命按倒退键，想看看他到底是怎么学会金融的，结果发现中间那几十集直接被人删了，一片空白，什么都没有。有人会说，也许只是那段时间的化石刚好没被挖出来呢，毕竟化石形成的条件本来就苛刻。这个解释确实有道理，也确实完全可能，但它解释不了另一件事，脑容量为什么会用这种爆炸式的方式往上跳。你知道大脑是个什么样的器官吗？大脑是人体里最烧钱的吞金兽，它只占体重的2%，却要吃掉你身体20%的能量。在那种吃了上顿没下顿的远古环境里，对一个连稳定狩猎都还不会的古猿来说，进化出一颗更大的脑袋，完全是一种作死行为。因为只要碰上一次饥荒，脑袋最大的那批个体肯定第一个饿死。大自然的规矩从来都是谁能扛饿谁活命，而不是谁聪明谁活命。如果没有一股十分强悍的外力插手，南方古猿凭什么敢冒着集体饿死的风险，硬生生点亮大脑这条科技树？那消失的100多万年，真的只是被大自然不小心埋掉了吗？还是说那段藏在古猿体内的外星蓝图，它的定时升级程序刚好到了解锁时刻，于是它强行跳过了漫长的过渡期，直接在地球上加载出了一个更高版本的智慧系统。这个坑还没填上，当我们把时间线继续往后推，推到离咱们只有几万年的地方，族谱上又冒出了一个更诡异的谜团，而这个谜团的主角正是人类最亲也最惨的一位远房表哥。这位最亲也最惨的远房表哥，就是在古人类学界鼎鼎大名的尼安德特人。如果你以为他们是一群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野蛮人，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尼安德特人肯定是人类演化史上一个十分强悍的存在，他们的脑容量甚至比咱们现代人还要大，平均能到1600毫升上下。不光脑子够用，身板更是壮得离谱，骨头粗，肌肉厚，天生就是打近身战的料。他们在寒冷的欧洲和西亚繁衍了几十万年，会打磨非常精细的石器，会生火烤肉，还会用贝壳和猛禽的爪子给自己做项链。考古学家甚至在他们的墓穴里发现了花粉的痕迹，这说明他们很可能已经有了埋葬死者的仪式，有了对同伴的情感寄托。如果把咱们智人的祖先和尼安德特人扔进同一个擂台，只准用冷兵器单挑，咱们的祖先估计会被打得满地找牙。可就是这么一个体力和脑力双双在线的强悍物种，在大约4万年前突然就从地球上消失了。你觉得这正常吗？一个在地球上稳稳当当活了几十万年，
把猛犸象和洞熊当口粮的顶级猎手，怎么会说没就没了？学术界为这件事吵了几十年，有人说是被咱们的祖先物理消灭的，但这个说法有点站不住脚。当时智人的武器并不比对方先进多少，体格上还处在明显的劣势，想靠冷兵器把对方彻底清空，难度实在太大。后来地质学家在地层深处翻出了一条更恐怖，但也更说得通的线索。大约74000年前，在今天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岛上，一座叫多巴的超级火山炸了。你可别拿现在那些小打小闹的火山喷发去跟它比。那一次，大约2800立方公里的火山灰和二氧化硫被以摧枯拉朽的势头轰进了平流层。这些遮天蔽日的灰随着大气环流，很快护住了整个地球，把阳光挡得严严实实。接下来的几年里，地球进入了一个十分恐怖的火山冬天，气温骤降，植物大片枯死，食物链从最底下开始一节一节垮掉。当然，关于这场火山冬天到底有多严重，学界到今天还在吵。也有人认为影响没那么夸张，但尼安德特人有一个躲不掉的死穴，他们主要靠猎杀大型食草动物为生。火山冬天以来，地上没草，大型食草动物成批地倒下，尼安德特人空有一身腱子肉，却找不到任何能咬的东西。猎物一断，他们的口粮就断了，那一击很可能就是他们由盛转衰的起点。此后的几万年里，这些不可一世的超级战士一步步退缩变少，最后在严寒和饥饿里走向了整个物种的终点。大自然的清算就是这么不讲情面，连尼安德特人这种顶配的本地猎手都扛不住。可这个故事里最让人后背发凉的，其实不是他们的消失，而是咱们智人的祖先到底是凭什么活下来的。你要知道，多巴火山炸的时候，智人也正在世界上到处溜达。那场气候灾难是不分敌我的，对谁都一样狠。在那场地狱模式的淘汰赛里，智人其实也差一点点就被从名单上抹掉了。而这场灾难还在咱们现代人的基因里留下了一个十分恐怖的烙印。这个十分恐怖的烙印就藏在咱们现代人的基因多样性里。当遗传学家开始对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人群做大规模基因测序的时候，他们发现了一个让人背后发凉的反常现象。你看，现在地球上足足有80多亿人，散布在每一个角落，长相千差万别。按理说，这么庞大又这么分散的物种，基因库应该丰富得不得了，对吧？但事实完全相反。从最底层的代码看，全人类的基因多样性低得可怜。你知道低到什么程度吗？你去非洲的森林里，随便抓2只互不认识的野生黑猩猩做个对比，你会发现它俩之间的基因差异都比你和地球另一端某个陌生人之间的差异还要大。在生物学上，这肯定是一个极度危险的信号。基因高度同质化说明什么？说明这80多亿人往上追溯几万年，全都是从极少的一小撮人身上繁衍出来的。这就是遗传学上十分有名的种群瓶颈效应。也就是说，在几万年前的某个时间点，咱们祖先的人口数量经历过一次断崖式的雪崩。有科学家保守估计，在那段最黑最冷的日子里，整个智人物种可能只剩下几千人，甚至只剩几百人。他们像风中残烛一样，缩在非洲某个稍微暖和一点的角落里苟延残喘。而今天地球上这80多亿人，全都是那几千个幸存者的后代。你仔细想想这里面的逻辑。在同一场地狱级的淘汰赛里，身体像坦克一样结实，脑容量更大，本来就极度耐寒的尼安德特人，被大自然干干净净地抹掉了。而身体相对虚弱，毛发稀疏，原本住在温暖非洲的智人，却奇迹般地挺了过来。这真的只是因为咱们祖先运气好，刚好找到了一个完美的避风港吗？还是说，在智人那看似虚弱的身体里，在基因的最底层架构中，
早就藏着某种连尼安德特人都没有的特殊生存密码。这种密码也许是极强的群体协作能力，也许是某种超乎寻常的适应性变异，但更让人毛骨悚然的一种猜测是，这段帮智人熬过末日的底层密码，也许压根就不属于地球。毕竟从直立行走到大脑的突然膨胀，智人身上已经攒下了太多强行改造的痕迹，全都不符合地球的常规演化节奏。更让人琢磨不透的是，尼安德特人作为一个物种，虽然彻底没了，但他们的基因并没有从地球上消失。科学家提取了尼安德特人的骨 DNA 碎片，跟现代人一比对，发现他们其实一直活在我们身体里，只不过这个活下来的方式又扯出了另一张深藏在智人基因里的隔离网。这张深藏在智人基因里的隔离网，说白了就是一道排外的防火墙。前面说过，尼安德特人和智人的祖先在地球上共处过相当长一段时间，这两个物种在打猎和采集的漫长岁月里，肯定不是完全井水不犯河水的。古基因组学早就给出了实锤，智人走出非洲，进入欧亚大陆之后，和当地的尼安德特人发生过不止一次基因交流。说白了，就是这两个不同的人类物种之间存在过跨物种的混血。你以为混血的结果会像把黑墨水和白墨水倒进一个杯子，最后变成一杯均匀的灰色吗？不，事实完全不是这样。如果你现在去给一个非洲以外的现代人做基因检测，你会发现他体内的尼安德特人基因占比少得可怜，平均只有1%到2%，这就非常反常了。你想想啊，两个物种在同一片大陆上共存了好几万年，就算早期混血的频率不高，经过这么多代数不清的繁衍融合，比例也肯定不该被稀释到只剩这么可怜的一点点。这就好比你往一口大染缸里倒进一整桶红色染料，搅了几万年，最后舀出一碗水来，发现里面只剩下1-2滴红色的影子，剩下那些染料去哪儿了？在遗传学上，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那些带着较多尼安德特人基因的混血后代，在后来的岁月里被大自然十分残酷地清洗掉了。可为什么要清洗呢？尼安德特人是非常强壮，十分适应欧亚寒冷气候的顶级猎手。按理说，他们的基因融进智人体内，应该给后代带来生存优势才对。事实上，我们今天保留的那1%到2%里，有不少就跟免疫系统和皮肤角质层有关，确实帮祖先挡过古老的病毒。既然有好处，那为什么绝大部分尼安德特人基因却被当成有害垃圾一样强行剔除了？科学家深入研究之后，提出了一个让人不寒而栗的推测：智人和尼安德特人虽然勉强能生下后代，但两者之间其实已经存在相当严重的生殖隔离倾向了。生殖隔离你应该听过最典型的例子，马和驴生出来的骡子是完全没有生育能力的。智人和尼安德特人还没走到骡子那一步，但他们的混血后代很可能带着严重的健康缺陷，或者生育率低得可怜。尤其是当尼安德特人的基因在混血儿体内占比偏高的时候，这种不兼容就会像电脑系统蓝屏一样，直接导致个体夭折或者绝育。这就意味着，这两个表面上算近亲的物种，在基因的最底层架构上，其实隔着一条十分巨大的鸿沟。这就非常让人纳闷了，大家明明都是在地球上由同一批古猿慢慢演化过来的，为什么到了智人这一代，基因的底层结构会突然变了样，跟地球上的本土近亲如此格格不入？你仔细品一品这层隔离网，它就像一道无形却十分强悍的防火墙，牢牢护着智人基因组的核心，拒绝被地球上那些所谓的土著亲戚大面积污染。如果智人真的是在这颗星球上老老实实长出来的，它为什么会自带这么一段排外的底层代码？咱们回过头来把这一路捡到的东西重新摆一遍，从寒武纪那场毫无铺垫的空降式飞跃，到被硬生生掰成4道弯的脊梁，
从一个能被自己晚饭噎死的咽喉，到一场每次都得走鬼门关的生育；从那条坏掉的维生素 C 生产线，到既怕晒又离不开晒的皮肤；从那双线路装反还破了个洞的眼睛，到族谱上凭空蒸发的100多万年；再从一场差点把整个物种抹掉的火山冬天，到最后这道拒绝混血的基因防火墙。你注意到没有？这些线索分属完全不同的学科：骨科、耳鼻喉、营养学、皮肤科、光学、古生物学、遗传学。它们之间本来八竿子打不着，可它们偏偏全都指向同一个方向。当你把这所有的线索全部摆在桌面上的时候，你还会坚信人类只是这颗星球上的一个普通物种，只是按部就班演化出来的吗？既然人类可能不是地球土著，那最初那颗生命的种子到底是怎么跨过星空跑到地球上来的？那些砸向地球的石头里又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这个不为人知的秘密要从1969年9月28日说起。那天早上，在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一个叫莫奇森的小镇上空，突然划过一颗十分明亮的巨大火球，紧接着是3声震耳欲聋的爆炸，一块巨大的陨石在半空中解体，碎成无数块，像下雨一样砸向小镇的各个角落。这就是陨石界赫赫有名的莫奇森陨石。你可能会想，每天掉在地球上的石头多了去了，这块破石头凭什么能让整个科学界炸锅？原因很简单，科学家在这块石头里找到了只有生命才用得上的核心零件。当时研究人员把这些碎片带回了实验室，那上面还散发着一股奇怪的酒精味儿。切开一化验，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他们在这块来自外太空的石头内部找出了70多种不同的氨基酸。你得先明白氨基酸是个什么概念。氨基酸是蛋白质的基本组件，而蛋白质是所有已知生命的建筑材料。可以说，没有氨基酸就没有生命。你以为在陨石里碰巧撞见1-2种氨基酸就已经算奇迹了吗？不，整整70多种，而且其中大部分在地球上的生物体内压根就没出现过。这简直就是一座自带完整配方的外星化工厂。这也正好印证了科学界一个十分有名的假说，叫胚种论。胚种论认为，生命未必是在地球这口热汤里慢慢熬出来的，相反，生命更像是飘在宇宙里的蒲公英种子，被裹在陨石和彗星里到处流浪。一旦这些星际外卖刚好砸中一颗环境合适的星球，生命就会立刻扎根发芽，然后开始爆发式演化。但更让人不可思议的还在后头。一开始，有些非常严谨的科学家提出了一个很要命的质疑：这会不会是石头掉在地上之后，被地球上的细菌给污染了？毕竟地球上到处都是氨基酸。为了把这个质疑堵死，科学家用了一个十分巧妙的办法。这个办法牵扯到一个很有意思的化学现象，叫手性。你现在把左手和右手摊开放在一起看看，它们的结构一模一样，都是5根手指，一个手心，一个手背，对吧？但不管你怎么翻，怎么转，怎么平移，你都没办法让左手完美的叠在右手上面。在化学世界里，氨基酸也有这种镜像关系，分成左旋和右旋2种。就像化学界的左手和右手，这里就出现了地球生命一个十分诡异的偏好。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地球上所有已知的生物，从最简单的细菌到最复杂的人类，在合成蛋白质的时候全部清一色只用左旋氨基酸。如果把地球生命比作一支庞大的施工队，那这支队伍里全是左撇子，一个右撇子都挑不出来。明白了这个前提，咱们再回头看那块莫奇森陨石。当科学家去检测那70多种氨基酸的旋相时，你猜他们发现了什么？石头里含着大量的右旋氨基酸。这个发现就像一记重锤，砸在了所有人的心上。既然地球生命从来不生产右旋氨基酸，
那这块石头里的铀铨氨基酸是哪来的？答案只有一个，它们肯定不是地球的污染，它们是货真价实的外星特产。它们在宇宙深处就已经被某种未知的机制合成出来了，然后搭着这块石头的顺风车，跨越了无尽的星空，最后砸在了地球上。这块石头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一件事：孕育生命需要的基础零件，在宇宙里其实非常普遍。宇宙就像一个到处都在下种子雨的巨大空间，地球只不过是刚好被砸中的那个幸运儿。既然生命的基础完全可以来自外太空，那下一个问题就自然冒出来了：这些种子究竟来自遥远的银河深处，还是就藏在咱们太阳系某个邻居的家里？顺着这个思路，科学家把目光投向了夜空里那颗泛着红光的星球。那颗泛着红光的星球，就是咱们非常熟悉的火星。一提火星，你脑子里浮现的画面肯定是一片死寂的红色沙漠，没有一滴液态水，没有氧气，只有漫天乱卷的沙尘暴。现在的火星确实荒凉到了极点。可如果你把时间往回到40多亿年，那时候的火星完全是另外一副面孔。你以为火星从出生起就是这么干巴巴的吗？不，在40多亿年前，火星是一颗名副其实的水球。那时候它有着相当浓密的大气层，表面不但有奔腾的河流，甚至还有深不见底的广阔海洋。这不是凭空猜的。今天火星表面那些干涸的河道、三角洲和湖底沉积岩，探测器都已经拍得清清楚楚。那时候火星的地质活动也异常活跃，巨大的火山把地底深处的化学物质翻上了地表，还带上来源源不断的热量。你可以想象一下，有充足的液态水，有合适的温度，还有各种现成的化学原料，这简直就是一台完美的生命孵化器。更关键的一点是，火星比地球小得多，冷却下来的时间也比地球早得多。当地球还是一团到处流着熔岩的滚烫火球时，火星就已经降温，变成了一片气候宜人的远古绿洲。这就意味着，如果太阳系里真要搞一场生命起源的竞速赛，火星的起跑时间肯定比地球提前了至少几亿年。有得天独厚的环境，又有巨大的先发优势，火星上孕育出早期生命的概率可以说是相当高的。而且好奇号探测器还在火星的岩层里找到了硼酸盐这类东西，被认为能保护脆弱的早期遗传物质，让它别那么容易被水泡散。可同一时期的地球上，这种催化剂却极度匮乏，所以种种线索都在指向一个可能：火星或许比地球更早地孕育出了原始微生物。那这些火星上的土著微生物，后来又是怎么跨过漫长的星际空间，跑到地球上来的呢？其实，在早期的太阳系里，这种搬家根本不需要什么高科技飞船，只需要一场常见的星际交通事故就够了。你想想，早期的太阳系非常狂暴，太空里到处都是乱飞的巨石和彗星。如果有一颗体型巨大的陨石，以极高的速度刚好砸进火星的海洋，那会怎么样？那股毁天灭地的冲击力肯定会把大量的火星岩石连同包着微生物的海水一起轰进外太空。这些被炸飞的碎块在真空里迅速冷却结冰，里面那些顽强的微生物就缩在岩石深处，像坐在一艘天然的太空舱里，在黑暗冰冷的宇宙里默默飘着，直到某一天，它们碰巧被地球的引力抓住，轰隆一声砸进了温暖的地球海洋。这可不是空想，人类到今天已经捡到了好几百块陨石，全都被确认来自火星，有的落在南极，有的落在撒哈拉，它们就是这么被砸出去，又这么飘过来的。除了火星的碎片，宇宙里甚至还有一种更巨大的星际公交车，叫流浪行星。这些行星被踢出了自己的恒星系，表面结着厚厚的冰壳，但内核的热量却可能在冰层底下维持着一片温暖的液态水海洋。在这些流浪了几十亿年的黑暗海洋里，
谁也不敢保证有没有演化出更高级的东西。一旦它们在宇宙中相撞，里面包着的生命同样会被抛进太空，变成砸向地球的超级盲盒。当这些包着外星生命的石头纷纷落在地球上的时候，一场震撼整颗星球的演化革命就开始了。这也就完美解释了为什么5亿多年前的寒武纪，地球上会突然空降那么多高级生物，个个带着复杂的外骨骼和眼睛。如果这个推测是真的，那你我追根溯源，其实根本就不是什么地球土著，我们全都是搭着陨石和流浪行星，从遥远的火星或者宇宙更深处逃难过来的外来者的后代。当我们认下这个身份之后，人类身上那一系列看似荒唐的谜团，终于有了一个终极的解释。这个终极的解释，其实早在20多年前的一部经典科幻片里，就已经被完完整整的预演过了。20年，好莱坞上映过一部叫《火星任务》的片子，电影里的设定跟咱们今天聊的假说几乎一模一样。片子里的火星在数亿年前本来生机勃勃，却因为一颗巨大彗星的撞击面临彻底毁灭。火星文明在灾难降临前被迫撤离，乘着飞船逃往遥远的河外星系。但在他们彻底离开之前，火星人朝当时的地球发射了一艘特殊的飞船，把火星的生命 DNA 像播种一样撒进了地球温暖的海洋里。经过数亿年的漫长演化，这些逃难的种子最终在地球上生根发芽，变成了今天的人类。也就是说，人类压根就是火星人的后代，而地球只是火星文明当年留下的一个巨大的生命种子库。在电影的结局里，男主角在得知这个惊天真相之后，义无反顾地登上了那艘外星飞船，朝着宇宙深处去追远古祖先留下的脚印。你可能会觉得这不过是编剧脑洞大开编出来的科幻故事，但当你仔细琢磨人类自身的种种行为时，你会发现电影里的情节不但不荒唐，反而像极了某种写实的纪录片。如果你觉得人类就是纯粹的地球原住民，那你有没有想过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地球上有几千万种生物，为什么只有人类对头顶那片星空抱着一种近乎偏执的狂热？你去看看自然界里其他的动物，不管是飞的、跑的还是游的，它们每天关心的只有3件事：怎么填饱肚子，怎么躲开天敌，怎么留下后代。没有任何一只黑猩猩会停下剥香蕉的动作，抬起头深情地望一眼满天繁星。大自然是最讲实用主义的，如果抬头看天既换不来食物也换不来安全，那这种毫无生存价值的好奇心早就应该在残酷的筛选里被清得一干二净。可人类不但没被清掉，反而把探索宇宙当成了整个物种的最高使命。我们不惜砸下海量的资源，耗掉无数科学家的一辈子，甚至冒着机毁人亡的风险，只为了把一个铁疙瘩送出去，替我们看一眼外面。这难道真的只是因为我们吃饱了撑的吗？或许这根本就不是什么虚无缥缈的好奇心，而是刻在基因最深处的一种本能，一种对故乡的终极执念。那些在几十亿年前被撒到地球上的生命种子，经历了无数次变异，也经历了肉体上的强行改造，他们早就忘了自己当初是从哪个星系出发的。可那种想要回到星空，想要继续往外走的冲动，就像一段永远擦不掉的底层系统代码，深深烙在了我们每一个人的 DNA 里。人类在这颗星球上的存在，可能真的不只是为了活着。我们在这里积蓄力量，发展科技，或许只是为了有一天能够重新启动那场还没走完的星际旅行，把生命的种子继续撒向更远的地方。所以当你下次在深夜里抬起头，望着那片无尽星空的时候，你或许会有完全不一样的感觉。那上面不仅仅是冰冷的石头和燃烧的恒星，那里面可能还藏着我们真正的来处，以及我们最终要回去的方向。好，这期就到这儿。如果看完觉得还不错，点个赞支持一下。
也欢迎把这期分享给你觉得会感兴趣的人。还没订阅的话，顺手订阅一下，我后面还会继续聊这类话题，订阅了才不会漏掉。咱们下期见。